眼前这个八面开花的藻井，便是山西高平定林寺的藻井。因为寺院的附近有一处泉水叫做定林泉，所以寺庙也得名定林寺。此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，它与附近的七佛山石窟是同一时期的产物，但寺院内的木构建筑则是金元明清等时代的产物。现在是参观定林寺最好的时候，因为我听网友说，在前几年定林寺的藻井是一片禁地，根本就不给看。但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，定林寺的藻井开放参观了，所以要去赶快去，别等它再次关闭了再后悔。另外，著名的高平铁佛寺距离这里很近，开车10分钟都用不了。正好看完铁佛寺之后，就可以把定林寺和七佛山石窟给一起收了。因为定林寺拥有极多宝藏，所以这里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，同时也是我们晋东南之旅的重要目的地之一。而本次的同行人便是我的老朋友南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希。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山西高平的定林寺，对，距离铁佛寺非常非常近。来铁佛寺一定要来这儿，待会儿咱们就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。我们是2024年10月自驾过去的，门口有的是停车的地方。现在我们来看它的明代山门。定林寺的山门是一座楼阁型建筑，其上半部分是重檐歇山顶，下半部分是断檐升降口结构，造型非常复杂。我们在山门的附近能看到一块道光年间的功德碑，以及一块镶在墙上的康熙碑，靠中间的位置还镶着一块道光碑。定林寺的入口就是侧面的掖门，现在我们从这边走进去，然后回头走进山门的1层，也就是天王殿。天王殿内的2侧是4大天王的塑像，塑像的外观看起来还是挺威武的，但中间的主位放的是如来佛祖，旁边有个小弥勒佛，这个摆法是不多见的。正常来说，有个弥勒佛迎客也就够了。天王殿的2楼就是藻井所在的地方，现在已经允许登上去了，但是这个楼梯特别窄，仅容1人通过。下去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得确定没有人同时上楼，你才能从这边下去。我们登上2楼之后，可以在高处俯瞰四周。我就是在上楼之后发现寺外有个面阔3间的戏台，刚才在门外的时候反而没注意到它，而且在这边还能贴脸看大吃吻，这样的机会也是不多见的。现在我们抬头看，就能看到久负盛名的定林寺藻井，因为这上边用了大量的花朵装饰，而且藻井的中间也是一朵大莲花，所以这个地方被大家戏称为开花藻井，而且是向8个方向开花。其实这些花朵都是带莲花头的垂花柱，每一朵花的上边都是带柱子的。这种造型的垂花柱可真的是太罕见了。藻井本体则是由8组向外辐射的斗拱构成的，其中心的那一朵大莲花是金代的原物，周边的木构件则是元代的。在山西现存的元代藻井中，这件的造型可以说是一个孤立的。现在我们离开山门，进入下一进院落，其西侧面阔3间的小房子就是观音殿了。殿内的观音塑像看起来像是新的，不过工艺挺精美的，但屋顶的5架梁、3架梁以及驼峰之类的零件看起来是颇有年头了。如果仔细看，就能发现这边还残存了很多之前的彩绘，只有屋顶外层的木料像是修缮时新加进去的。观音殿的对面是地藏殿，其形制与观音殿相同，斗拱同是前出2跳，上方支出一根大耍头。殿内是地藏王菩萨塑像，这个也是新的，但工艺不错。这屋里的梁架结构和观音殿近似，但木料总体偏新，而且没有彩绘。但两边山墙上是有壁画留存的，这些壁画是明代的地狱释王图，我们可以在这里边找找老熟人，比如第5殿阎罗王就一般被视为包拯。除此之外，第9殿平等王在这里则被视为陆游，因其多有忧国忧民之词，所以被百姓尊奉为神。下面我们来到正殿，也就是元代建筑雷音宝殿，因为佛说法的声音如雷鸣般响亮，故而得名雷音。这是一座面阔3间的大房子，其屋顶为歇山顶，上覆黄绿2色琉璃瓦，其屋脊位置的琉璃龙形螭吻、琉璃宝瓶以及龙与花草浮雕做的还是挺精致的。它前面还有一片很高的月台，需要登好几级台阶上去。原本月台前还有一对宋代的石经床，可惜在上世纪90年代被盗了。雷音宝殿的背后还镶着一些黑色石碑，其中有康熙年间的碑，另一块碑上的年份实在是认不出来。你们能认出来这是康什么吗？这怎么看也不像康熙呀。
内部供奉的则是一佛二菩萨，造像是新的，随便看看就好。然后我们看殿内的梁架，这不像是元代的，倒是很像宋代的做法，主要是造型没那么狂野，上边的彩绘也很完好，而且画风也是比较古老的。下面我们继续往前走，能在东侧地藏殿的后边看到一个以石为柱的配殿。殿不是重点，重点在于殿下的碑。这是一块大金泽州高平县定林寺重修善法罗汉二堂并郭公施功德记。这块金代碑就这么水灵灵的放门口了，不仔细点都注意不到它。越过这个殿往后，又是一座面阔3间以石为柱的小殿。这座殿的殿前镶着一块黑色的万历碑，其内部是齐氏家风家训展厅。内部提到的米山镇齐氏家族是高平当地的望族，虽然墙上晒出的信息比较有限，但附近姓齐的人肯定比这边展示的人要多，大概率有整个的村子都姓这同一个姓。展厅重点介绍的是齐贡这一个人，他在清朝官运亨通，最后甚至做到了两广总督。他对面的西侧配殿外形和他是高度近似的，但是这个殿内是空的，不仅没有造像，其内部梁架、额方内外以及墙上都没有彩绘，同时这边也没有任何展览。这两间配殿的中间是一座空荡荡的高台，这个位置在以前肯定是有一座殿的，但现在只剩下基址以及基址上栽种的2棵树了。现在我们继续往高处走，然后就看到了一处旋洞门，其两侧各有一个真窑洞。现在我们走进右手边的窑洞，然后能在洞里发现一个弓腹形排水口，上方还有个空的小龛，里边只有香炉和香，未见神像。左手边的窑洞构造和右边的也差不多。现在我们准备上去了，在穿过一处写着最上层的石质匾额之后，就来到了一个高台上边。这边的台阶很陡，上楼时一定要慢点，不然就容易错过侧面那块明正统年间的碑。不过向上的路好啊，它好就好在侧面有平缓一些的楼梯可供选择，其两侧的房屋看起来都像是住的地方，推测为僧人或工作人员的住所。没错，这个寺里确实是有僧人的，所以这些建筑就不多看了。最高处的建筑写的是七佛宝殿，建筑的前额和梁架上有各式各样的壁画，而且颜色和线条很鲜明，像是近期加上的。建筑本身是面阔7间，殿内每一间都供奉着一个佛，其中包括释迦牟尼及其之前的6位佛，而今7佛皆已入灭，所以这7佛又被称为过去7佛。至于七佛宝殿西侧的舵殿则已经锁起来了，只能远远看到墙上有一块碑，但已经读不到了。另一边像是僧人居所，因为刚才有个老僧走进去了。至此我们就彻底逛完了高平定林寺。这次的旅途体验和以往是完全不同的。在平常的旅途中，那些最珍贵的看点，无论是精美的造像还是年代很久的建筑，往往会在院落靠后的位置，但定林寺恰恰相反，它的看点是很靠前的。看完藻井之后，反而就没多少亮点了。现在我们离开定林寺，来到附近的七佛山，这里是高平市的文保单位，如今仅剩锣鼓洞这一个大龛以及几个风化严重的小龛了。锣鼓洞内主佛的佛衣是北魏比较流行的包衣博带式，其右手向前施无畏印，左手则向下施与愿印，两侧胁侍菩萨的衣服也是包衣博带的画风，这些保存的都比较完好，甚至其中一尊菩萨手里托的东西也被保存了下来。但七佛山的看点也就只有这些了，很难想象在1000年以前这边会是一个怎样的佛国世界。因为高平所在的位置是北魏从平城向洛阳迁都时所必经的平洛古道，所以北魏佛教信仰的种子就在迁徙的道路上生根发芽，留下着处处历史的痕迹。1000年以后，古道尽隐于荒草尘土间，昔日繁华热闹的古刹与佛窟也逐渐变得人迹罕至，这便是兴亡的定数。人也好，财富也好，只会自然而然地流向新时代的平洛道。但当我们来到此处，亲眼见证古老的遗存之后，才会发现，如今我们在繁华的城市里所度过的此时此刻，又岂不是古人在旅途中所经历的彼时彼刻呢？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
眼前的这座寺院便是位于山西省晋中市介休市的回銮寺，在唐朝，唐太宗李世民登绵山礼佛未成，便在此处回銮，故此寺得名为回銮寺。銮就是帝后的车驾，回銮就是返程至此的意思。如今的回銮寺之内尚有元代留存至今的建筑，且建筑群保存较为完好，所以这里仍然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，也是我们晋中之旅的目的地之一。本次的同行人仍然是我的老朋友南希。我们是在2024年的夏天参观了介休回銮寺，但是万万没想到，我们俩居然能在寺内僧人的帮助下打开了大雄宝殿的铁锁，参观了这平时进入的地方，然后还混了一顿斋饭，甚至临走的时候还带了个寺内种的西红柿。如今回头一想，这属于是俗人到僧家化斋，属实是倒反天罡了。去介休回銮寺最好是自驾去，寺庙正门前的荒地可以随便停车，然后稍微走上那么一小段，就来到了介休回銮寺的入口。回銮寺的山门是非常厚重的石门，上方的屋顶是单檐歇山顶，下方有3个旋洞，右边打开的旋洞就是入口，而门中间的4个大字是为华严宗风。这里提到的华严宗是中国佛教的8大流派之一，这便是寺院信仰的分支。走进入口之后，我们能在山门的背面看到一对巨大的哼哈二将造像，这2个像是新造像，但也颇得古代造像的精髓，至少从这2个造像的身上能看出力量感来，这就已经非常不错了。再看梁架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高的，既然山门这么高，那么这哼哈二将想来也是非常的高大。现在我们离开山门，并一路奔向天王殿。此殿面阔3间，屋顶则是单檐悬山顶。其殿内正面的造像是一尊崭新的大肚笑脸弥勒佛，两侧的造像是崭新的4大天王造像。虽然造像是新的，但这个审美还是在线的。新做的天王造像我见过了不少，就这个工艺绝对算是上等的了。而天王造像的背后居然还有壁画和书法，但和天王殿关系不大，属于是独立存在的艺术品。背面的韦陀双手合十，宝杵平放，这在古代意味着寺院可以给挂单和尚管饭，但当时的我们却并没能预料到我们俩也能享受这个待遇。天王殿西侧的配殿也是一座面阔3间的小房子，其檐下的斗拱古朴粗壮，看起来颇有年头了。殿内供奉的神灵就是眼前的这些造像，虽然没有文字说明，但根据经验推断，这应该是土地公及金童玉女等随从。殿内的梁架看起来很古老，但附近的砖瓦看起来就比较新了。如果仔细看，还能在5架梁之上看到工匠的名单，那么这个殿想来就是土地殿了。土地殿的旁边还有一块看起来很古老的碑，不过这块碑风化比较严重，字迹已经完全模糊了。然后我们沿着寺院的西侧一路往前继续行走，就能看到一大排的窑洞式建筑。因为建筑太长了，我也懒得数是面阔几间了。在这下边路过的时候，就感觉这边特别幽静，而且还能看到有僧人在附近进进出出，想来应该是僧人的住宿场所。现在我们来看这边的正殿，也就是大雄宝殿，这是一座面阔5间的悬山顶大房子，旁边的舵殿则是面阔3间，两者都是锁着门的。正殿的廊下有好多碑，这么多哪看得过来，我们随机看几块吧。其中这块清代嘉庆碑上写着西廊改做砖窑的往事，看来我们刚才走过的那串窑洞是清代才变过来的。这块空王佛碑是明万历年间的碑，在这边算年代比较早的碑。此外墙上还有一块明嘉靖年间的碑，但字迹已经逐渐模糊了。根据另一块碑文的记载，清嘉庆年间新建了一座塔，但我们在寺庙内没看到它。其中最醒目的一块碑是镶在墙上的另一块小碑，它就是2019年的大雄宝殿修复碑记。外侧这块新的大雄宝殿匾额是江苏省启东市的几个人立的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提南通市。匾额附近铺座区的斜拱被雕成了龙头和祥云的形状。然后我们来看屋顶，正脊两端的螭吻是黄绿2色琉璃做成的盘龙大吻，几叉则是3组琉璃像托宝塔，视为太平有象。殿外的墙壁上明显还有彩绘的痕迹，但只剩下一点点轮廓了。但比较遗憾的是，大雄宝殿上着锁，没法进去看里边的构造。就在我们准备离开大雄宝殿区域的时候，机缘就悄然来临了。
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这位是介休回銮寺的义弘师傅啊，多亏他帮我们进来看了大雄宝殿里边的陈设啊。一会儿我们来好好逛一逛这儿。这位寺内的僧人义弘师傅看到我们在拍摄，就先带着我们找到了唐太宗李世民在此回銮时所留下的那首诗。这个位置不是很显眼儿，如果不特意找，怕是真的找不到。附近的几棵古树，相传是李世民当初晾晒过龙袍龙冠的地方，所以也沾上了龙气，长出了龙形。不过有个问题啊，这些树的树龄只有600年，和李世民的时代明显对不上，所以只能当成传说来听了。然后义弘师傅拿来了钥匙，帮我们打开了大雄宝殿的大门。平时这边关着门，是因为殿内容易有鸟飞进去，然后破坏内部的建筑结构。这次打开大门之后，我们得以走进其中，参观大雄宝殿的内部。大门的门钉每排7个，一共6排，上边雕刻的是盘龙花纹。我是万万没想到，一个寺院的门钉居然能做到这么细致。这间正殿内部的梁架都是元代遗留至今的木构，一般我们断代古建筑都是按照梁架来断代的，至于修缮时换掉的砖瓦往往就忽略不计了。梁架上的题记中用相当大的篇幅来记录了功德主的名单，另一处则写着皇帝万岁，文武千秋，国泰民安，这是古人朴素的愿望。殿内的主尊是释迦牟尼居中，文殊普贤菩萨居两侧，是为释迦三尊，又称华严三圣。背面则是常见的倒坐观音，这是寺院中的常见布置。如果往侧面走，就会发现他们墙上的元代壁画仍然被保留到了今天，但只剩下一点残迹了。因为壁画的颜料时间长了就会挥发掉，这是时间留下的不可逆转的痕迹。这东侧壁画还算好的呢，你再看西侧的墙壁，这边壁画的挥发状况更严重，几乎连残迹都看不到了。看到这里已经是中午了，义弘师傅非常热情，邀请我们在寺院里吃斋。其实他很符合我想象中的那种人情练达的知客僧形象。现在我们来到斋堂了，也见到了传说中的斋饭。这边一共有2个菜，一个是茄子，另一个菜我没怎么吃，忘了是啥了。主食也是米饭馒头2种，此外还有2种水果，西瓜哈密瓜。这斋饭比我想象的还要丰盛。现在我早就饿得够呛了，二话不说马上开始大吃大喝。这顿我吃的可是太饱了，晚上回去都没怎么吃晚饭。吃完斋之后，义弘师傅带着我们参观寺院之内的菜园子。我们在菜园子的边上还看到了很多晾晒的药材黄精。寺院的僧人自己种地这事儿其实并不稀奇，早在禅宗4祖时期，也就是中国的隋朝时期，中国的寺院便逐渐有了农禅并作的习俗。时至如今，也有很多寺院将这个古老的习俗一路保留到了今天。在离开菜园子之前，义弘师傅还给我们俩一人拿了一个西红柿带走。这西红柿我在车里放了好几天，最后到了北齐壁画博物馆才把它吃掉的。他们寺院种的西红柿很多，平时如果吃不完，就拿来做西红柿酱，这也是一种传承多年的智慧了。现在我们吃过了斋，参观完了菜园子，但旅途还没有结束，因为刚才只看到了大雄宝殿，但寺院的东侧我们还没看，现在我们开始看起来。刚才我们路过了这间面阔3间的悬山顶小房子，这边的斗拱造型非常舒展雄壮，用了斜拱后更显气势非凡。走进去之后发现里边供奉的是关公、关平和周仓，那这边应该就是关圣殿了。其殿内梁架外观看起来非常古朴，甚至还有彩绘的残存痕迹。关圣殿的旁边有一组菩萨造像，但它们的上下半身却拥有不同的颜色，褪色深色的部分是文物，而剩余浅色的部分则是后期修缮拼接出来的。现在我们沿着东线走进炫星门洞内，继续往前看起来。这边的建筑是常规的木构砖瓦建筑，和对面的砖窑建筑完全不同。我们走进第一个殿后，发现这里边供奉的是世尊释迦牟尼和阿难迦摄2尊者，造像总体来说还算是比较庄严，但我严重怀疑迦摄尊者的这个脸模是按照本山大叔的模样做的。现在我们穿过炫星门洞，走进下一组建筑当中，这边的建筑就又变成了窑洞式的建筑。窑洞里边除了一个小型的供奉之外，其余的地方也就是一个说话主题的展厅。既然是寺院内的说话展，所以这边的主题也是处处有禅意，看起来非常的赏心悦目。至此
我们就逛完了一整个的介休回銮寺。但是在最近我开始剪辑视频的时候，才发现大雄宝殿的后面居然还有一个小院子，包括2个单坡硬山顶的配殿，以及一个面阔3间的硬山顶正殿。可惜我去的时候完全没发现这个地方，所以就漏掉它了。另外，大雄宝殿前的这些碑刻中，我还漏掉了一块宋碑，一块金碑。将来如果你们过去，就请各位替我去看看吧。虽然错过了不少，但也没什么遗憾的。我们能在介休回銮寺中看到这过往千百年的精彩，还能意外蹭到一顿丰盛的斋饭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机缘。而错过后面的小院子，以及错过宋碑金碑，其实也是一种机缘。人不能只在机缘有利于自己的时候才认可机缘的存在，一切的一切，好的或不好的，它都是机缘的一体两面，也是我们人生回忆中的一部分。天地本不全，人生也是如此，越是贪图完满，就越是搜不干净。不如珍惜我们眼前一切触手可及的美好，尽量过好现有的每一天，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，追求一个最好的体验，也就是了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订阅加小铃铛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